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9号周二晚上的7点45分。相信大家看到最近的这个横盘走势，叠加着非常一般的基本面，还有二季度的财报，无论是等着上车的还是已经做空的，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大盘可以跌了吗？其实咱们看大盘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横了8个交易日，它是要涨不涨，要跌不跌。你说它歇也歇够了，是涨也涨不动了，它不如借着明天的 CPI 是个很好的下跌理由。理由我都给它编好了，即便数据符合预期，但是绝对数依旧很高，不会快速降下来，所以利空股市要下跌。那么如果超出预期，比预测值更高，那更是利空股市，美联储要加码加息，那么市场要下跌。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幅低于预期才能够解读为利好。不过这个最终的这个解释权呢，还是在市场手里。只是呢，我个人认为现在从理性的角度去出发，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持续的去上涨，其实这个地方确实需要跌一跌才能够更加健康。下跌的第一个目标，我个人现在呢也看不到太远，就是在3836到4000这个地方，由于上次的压力突破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强支撑区域，所以先跌到这儿咱们再说后面到底会怎么样但是呢，跌到这个地方是完全允许，也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从市价下去，差不多能下跌大概 4% 左右，就能够接触到4000点的位置。好，咱们既然说到这个通胀其实今天纽约联储的这个月度消费者调查的这个预期显示，7月份消费者1年通胀的预期已经从创纪录的 6.8% 下降到了 6.2%。那么3年期的这个通胀呢，是从之前的 3.6% 也下降到了现在的 3.2%。5年期的通胀从上个月的 2.8% 下降到了 2.3%， 这个指的都是一个预期。尽管这个数字依旧很高，但下降的趋势确实是已经开始了。整个的美国的通胀的预期现在开始确实在见顶。不过明天我们说要出这个7月的 CPI 的数据，这个才是证明通胀是否真的见顶的最为直接的一个证据。那么来回顾一下吧，本轮这个通胀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有哪几个核心原因？其实如果总结起来，大概原因呢就是2个：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还有供应链瓶颈。只要这2个缓解了，通胀是自然会下降的。那么这2个因素下来了吗？作为美国本轮通胀最大的推手，7月份的能源价格确实是已经开始在回落了。咱们来看一下，这是能源价格油价的日线的走势图。那么市场由于对于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其实国际油价最近持续下跌，跌到了近半年来的低位。目前美国国内的汽油的平均价格已经从6月创纪录的高位$5之上回落到$4.18附近可能根据你所在的地区不同，油价有所不一样在这里说的是一个平均价格。那么在农产品这边呢，我们看到由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粮食外运重启有所缓和，所以最近1个月以来，美国的我们看到这个全球的这个期货的这个小麦的期货的价格，最近这1个月就跌了差不多 10%， 还有玉米和大豆跌幅也差不多接近 3%。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像纽约联储公布的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供应链的瓶颈有所缓解。根据这个7月份的这个报告显示呢，随着港口拥堵还有其他障碍的缓解，7月份的全球供应压力已经降到了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前边这个地方是2020年的1月份，往前我们看通胀都非常的平缓，在0附近不断的摇摆，但后来呢，通胀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这个指数是不断的上行，一直到了最高的在21年12月份当时是 4.32， 然后呢现在这个地方已经降到了 1.84， 它确实从供应链方面也已经开始降低。这个指数比去年12月这个创纪录的高点现在下降超过了 50%， 但它和疫情前相比仍旧是处于非常高的水平。所以呢，我们说2个因素现在确实都下来了，
那么通胀预期下来，它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另外咱们看一下关于这个克利夫兰的这个通胀预测工具啊，看一下它上面的这个数值，它包括像 CPI 还有核心 CPI 还有个人消费支出月率，包括 PCE 月率在内的这个指标，都是有希望在7月份有所回落。咱们看到啊，都是有所回落，其中 CPI 的环比的月率这个地方是涨幅是 0.27%， 同比的增速已经是降到了 8.82%。不过呢，咱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下个月，也就是9月公布的8月份的 CPI，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 0.26， 那么年度的这个同比的增幅是 8.76%， 仍旧在 8.8% 附近，所以也就是在未来的2个月，通胀下降的速度非常的缓慢，所以呢，整个的通胀降温的过程远没有大家可能想象中那么的快。另外呢，除了大宗商品价格以外，还需要去关注的是通胀向整个服务业扩散的信号。因为服务业的价格，你包括像酒店、娱乐还有机票，这些往往都是涨上去非常容易，但降下来特别的难。它们有可能是未来通胀变得根深蒂固的一个风险。我们可以从这个数据上啊，就是在明天同样披露的7月核心 CPI 这个数值，你可能看得出来，这个是预测是 6.1%， 要比上个月的 5.9 还有所上升。在核心 CPI 这边没有降，反而在上升。所以剔除食品和能源，尽管能源价格有所下降，食品呢、农产品价格有所下跌，但是其他的服务业的相关的价格下跌速度还没有那么快啊。所以大家如果呢出去这个消费呀、娱乐呀，还是要承受较高的一个成本的。好，讲了一下关于明天的通胀啊，这是明天我们说市场呢推动市场的一个有可能会下行的最大的一个市场风险。但是它到底下不下行呢？咱们也说了，昨天解释过，现在的市场呢就是横在这儿，涨不涨它也跌不跌，对吧？你说它能涨上去，大多数人呢现在的市场情绪还是看空居多，但看空的情绪不代表了市场的真实方向。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的。当然我个人还是希望它能够往下去走一走会更加的健康，持续性会更久一些。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些个股的情况。今天有一只个股呢是这个美光，美光的情况今天不是特别的好啊。我给大家这个把美光的这个代码还是看一下。美光今天呢是下调了预期，昨天 NVDA 这边呢也是下调了这个营收的预期，美光这边今天也是开始大幅下调，这个倒是让我感觉整个半导体啊今天情绪都不是特别好，而且今天的废纸呢跌的也特别的多。这个 MU 这边今天是怎么说的呢？在文件里面说，由于这个需求正在打击公司的收入，那么他们预计将会削弱它的利润率，还有这个自由现金流。预计 Q4 财季的收入可能会达到或者低于该公司在6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提供的收入指导范围的低端。当时的收入的指引是68亿到76亿，那么低端就是68亿，如果还不及低端，那就比较惨了啊。另外呢，他还预计由于 Q1 就是往后再过一个季度，整个的出货量将环比下降，预计收入和利润率将出现显著的环比下降。美光说呢，预计 Q1 季度的自由现金流将会变为负数，意味着截止到9月和12个月的连续2个财季 MU 都调低了预期啊，这是 MU 继 NVDA 昨天调低之后，它也开始下调。那么它的这个位置，上次我已经给大家做过一次风险的提示了，包括它还有另外的一共有4家半导体公司，现在都是处于明年下个财年同比今年会进入衰退或持平的。像这样的半导体的股票呢，你要预防在今年出现的一个高点，那么这个高点如果给你这个机会，你要离场啊，或者说你要落袋，你呢就不能跟它硬扛。如果你还没有去布局他们的，那么优先选择没有进入衰退的半导体的公司。另外呢，这个 MU 还谈到了一点啊，就是他们在本世纪末呢会向美国投资400亿美元扩张生产，
响应今天通过的芯片法案。所以我的标题写的是 MU 下调业绩祝贺芯片法案通过。他提供的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呢，包括5000个一共是4万多个新的工作岗位，其中还有5000个比较高阶的这个高新技术还有运营的职位，预计在这个本世纪的下半叶，也就是在2030年之前吧，就开始生产。更多的细节会在未来的几周才会透露出来。所以呢，我们看一看吧，这一块美光未来在经过了逆转，就是不好的2个季度之后，在明年从 Q2、Q3 和 Q4 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个这个表现啊？因为特别现在最近2个季度肯定是进入了一个逆风期，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关于这个芯片法案的问题，我还是提一下吧。关于芯片法案呢，是今天上午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是已经签署生效，其中是包括500亿用于美国半导体的生产研究，还有这个工厂的建设。500亿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好多钱是吧？是不是分到很多的公司身上，如果给相应的一些优惠，甚至有一些建厂的补助，是不是对他们的业绩有比较好的影响啊？其实它这个500亿呢是分5年，5年给的，5年投入出来的，它并不是1年给500亿，再加上那么多厂，对吧？那么多的这个半导体的公司，你分点蛋糕我拿点，对吧？那最后剩下的可能就不是特别多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芯片法案通过之后，很多的半导体公司会去美国设厂的问题，会不会让他们的股价有所提振？我认为呢，由于在建厂投资运营到最终的收获，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它没有这么快反映到股价身上。半导体公司近期股价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我们说近期的短期的问题，它不是产能和供应的问题，而是需求方面的挑战。因为现在全球经济放缓这个大背景，大家现在都知道了。这个市场呢，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行业里边有2个最主要的这个大块市场，电脑和手机。这2个需求 IDC 的报告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正在迅速的恶化，正在增速放缓，出货量正在下滑，包括像 AMD、英特尔、NVIDIA 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它这个 PC 还有智能手机占比有多少呢？占市场总芯片需求的差不多 50% 左右所以这一块出货量下滑，很明显相关的产业肯定这个增速就会不那么理想吧。所以呢，整体上看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半导体公司它会出现分化分化就是好的公司依旧有可为，好公司依旧有可为。你什么叫好公司？你还是要基于它的数据和业务嘛，就是它的业务上，它的数据给我们的财报透露出来的信息和它未来的增长预期好还是坏，对吧？所以好公司依旧有可为，只要是跌到了好价格，依旧是有得赚。所以我持有的像 NVDA 和 TSM， 后续如果继续下跌，我依旧是以逢低买入为主，但是不到好的价格坚决不出手。NVDA 今天又跌了 3.97%， 我的预期的买入价格要在下方了，要在120到160，我认为是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的位置。好，简单的把这个半导体的芯片法案说一说，和美光的这个前瞻下调提示一下，然后咱们来总结一下这个2季度的财报其实在本周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咱们整体来看一下关于2季度的这个成绩单就是截止到8月9号的成绩单。上个周五的时候没和大家去讲今天来补一下，补到今天。到今天为止呢，一共标普500里边有448只个股披露财报，咱们看一下总体的表现。营收超出预期的占比是占到了 68.3%，上一次29号是 75.6%。EPS 超出预期的占比是 77.2%， 上次是 65.6%。那么总营收同比增长了 15.3%， 上次7月29号是增长 14.1%。总的 EPS 同比是增长 8.1%， 上次是增长 4.7%。 那么整个 EPS 拖累最大的板块还是金融，拖累下跌 23.5%， 这个 EPS 同比。然后呢，剔除金融的 EPS 同比是增长 14.1%。 好，那么由于现在还有几家标普的公司没有去披露财报，按照现在整体的一个预期来看，2季度的预期总的 EPS 大概是增长 6.9%， 7月29号当时是增长 5.7%。
如果剔除能源板块之后，预期呢是整个的 EPS 会下降 3.4%， 7月29号的时候是下降 4.2%。所以呢，这个整个就是我们说看到现在二季度的一个财报的情况。大家觉得会很好吗？我个人觉得呢，比之前最早在一季度末预期的那个糟糕的二季度要稍微强那么一点点。你也不能说它好到哪儿去。二季度整个的财报从去年前年和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期望值来讲，绝对算不上好财报，最多就算没有爆更大的雷，它仅此而已啊。所以呢，后面如果经济衰退的这个担忧继续加剧，而且实质上数据上也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这个表现，估计后面的 Q3 Q4 可能我们原来想象的 Q3 Q4 会更好一些。那现在看起来呢，增长还是有增长，但或许没有预期中那么的好。所以现在的市场一直在强调，没有什么单边的大牛市啊，能持续往上上涨啊，没有这个基础啊，市场没有这个东西给你去支撑。那么能不能去单边的大熊市呢？它现在那个市场最大的那个经济衰退，持续的同比的 EPS 企业盈利大幅衰退的这个大面积爆发，它还没有出来，所以你也没有看到现在大量这种单边走熊的这个趋势。所以两头暂时呢都不要看极端，看一个中间的一个震荡就好了啊。好，另外呢，抓紧时间，简单的我还是来讲解一下关于这个 RBLX 还有 U 的这个财报啊，简单的说一下。这个 RBLX 呢，今天盘后是一口气跌了 17.32%。看到这个跌幅，大家可能就知道了，那财报不用看，肯定是爆雷了呗。是的啊，它的这个二季度的业绩净亏损是 1.764 亿美金。每股亏损呢是30美分，不及市场预期的亏损 0.25。其实这个低于预期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主要是像这种成长型的企业，看什么呢？你要看它的这个日活，包括它的用户增长这一块，才能够知道它未来能不能持续盈利嘛。成长型的企业，如果你的用户基数你都不增长，那肯定不行啊。所以它的这个日活用户增长预期啊，增长是放缓的，是低于预期的。日活用户数呢是5220万，同比增长 21%， 低于一季度的 28% 的增幅，也低于市场预期的5400万。所以我认为它股价下跌的最大原因并不是 miss 掉了财报，而是在用户增长上增速放缓，大家看到的这个趋势才不对劲。其实长期以来呢，很多的人都认为啊，比如说游戏公司它是不是能够更好的能够抵御经济衰退，但现在看起来好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U 的营收也不行，小幅不及预期，每股收益亏损是略微好于预期。另外它的盘中呢，今天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收购的消息传出来啊，有家公司呢提议是想以全股票交易的方式去收购 U， 折合成股价呢相当于每股是 58.85 美金啊。不过呢这个真真假假呢咱们就很难说，因为只是一个初步意向而已。目前呢 U 的走势只能说在技术面上略微占优啊，略微占优，但是我这个投机的仓位 45.2 这个位置，还是我会选择向上去择机离场的。之前的这个止盈目标呢是想放到66、74和83，但现在看起来呢不一定能到得了。中途如果变盘，我还是会尽量去离场一下，因为这个之前的这个股票啊，当时还跌下去一波啊，把这个跌成了浮亏，最近又涨回来了，又涨成了浮盈。所以呢，整体上希望它要是能有机会越接近66越好啊。但是如果大盘真的是变盘特别快，我可能在盘中随时就会这个浮盈把它给先这个结束掉。毕竟呢是一个投机性的仓位啊，不会拿很久。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等待着明天 CPI 的数据，看看市场到底能不能如很多朋友所愿，能够如期的下跌。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